คะชาหรือกาแฟดีคะ泰国恐怖片一直以来广受好评，而今天香猪要讲的407猛鬼航班更是不容错过的上乘佳作。影片根据真实空难事件改编，以独特的拍摄手法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真正的恐惧。故事的开始，泰国一架不祥的飞机因为出现多次失事记录，并且每次都伴随着重大伤亡，航空公司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将飞机回收并宣称会永久弃用。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帮无良资本家为了省钱，居然将这架飞机简单翻新后就再次投入使用。随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纷纷搭乘这架编号为407的飞机前往度假胜地布吉岛。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这将是一趟飞往地狱的航班。就在飞机起飞前，负责检查引擎的阿班突然听到货舱里传来一阵撞击声，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没一会儿撞击声竟再次响起。尽职尽责的阿班只好打开舱门钻进去一探究竟。很快他就看到一枚掉在地上的飞机零件，然而正当阿班蹲下来捡零件时，身后竟有个鬼影一闪而过。阿班察觉到异样后急忙回头看去，结果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没过多久，飞机便开始起飞。阿班见状本想离开货舱，结果发现货舱门竟被人反锁，而且不论他如何敲击舱门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下他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系飞机上的同事，可那些空姐空少们正忙着用跳舞的方式给乘客普及安全知识，根本没听到阿班的求救声。于是倒霉的阿班只能跟着飞机一起飞向空中。等到飞机平稳飞行后，空乘人员便按照规定帮乘客准备食物。然而这位自称是小王的空少却怎么也打不开装有餐具的柜子。领班苏尼见状，直接让小王退到一边，然后一拳砸向柜子，柜门瞬间自动弹开。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苏尼不禁想起自己也曾遇到过相似的问题，那时他的领班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柜门打开。就在这时，苏尼似乎感觉身后有人盯着自己，他回头一看，赫然发现一个鬼影正站在自己身后。来了，เจ๊เป็นอะไรหรือเปล่าอ่ะเจ๊ไม่รู้สึกอะไรแปลกๆนิดหน่อย苏尼只当自己出现幻觉，随后便匆匆朝着客舱走去。然而坐在门口的小女孩吉娜和一名僧人却看到一双血脚印正紧紧跟在苏尼身后，僧人当场就被吓得闭上双眼默诵经文，但好奇心爆棚的吉娜却跑到僧人面前的空位上转头询问：หลวงพี่เมื่อกี้หลวงพี่เห็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มื่อกี้หลวงพี่เห็นปะหลวงพี่ไม่เห็นเลย。僧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可当苏尼再次从身旁经过时，他还是没忍住和吉娜一起偷偷瞥向苏尼的鞋底。看到血脚印已经消失不见，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刻的飞机上已经开始频繁出现各种怪事。首先是正在卫生间洗脸的小维，他刚在脸上涂抹洗脸液，一双血淋淋的鬼手就从他身后探出来，还在他脸上划出一道血痕。与此同时，客舱内的一位光头乘客也突然站起来，嚷嚷着自己无法呼吸。等苏尼几人赶过来时，对方突然脸色苍白，青筋暴起，随后更是在众人的注视下将脑袋猛地旋转一整圈，接着就倒地不起。大家本以为光头乘客必死无疑，然而小王却发现他只是陷入昏迷，甚至就连脖子都完好无损。这诡异的一幕当场就把小王吓得直冒冷汗。多亏作为领班的苏尼尚能保持理性，提醒大家赶快把乘客扶到座椅上。在众人的照顾下，光头乘客果真奇迹般的苏醒过来。这时小维也从卫生间回到客舱，才刚坐下，女友小安就提醒他脸上有划痕。小维随即叫空姐帮忙拿一份绷带处理伤口，可空姐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都没有发现伤口的位置。小维这才发觉，刚刚还在脸上的划痕竟离奇消失了。而此时还被关在货舱的阿班，由于高空缺氧的原因，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原本干净整洁的货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残破不堪。紧接着几个鬼影突然出现，直勾勾地盯着阿班，吓得他急忙朝货舱深处爬去。万幸的是，驾驶舱内的机长和副驾驶及时发现货舱出现了问题，当即前往查探情况，这才将阿班救了出来。可就当驾驶员准备再次返回货舱时，却发现地板竟满是污秽。他抬起脚查看鞋底，一道鬼影却瞬间从他身旁走过，驾驶员紧忙拿起手电筒照向前方，却发现空荡荡的货舱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可就在他打开货舱灯光的瞬间，一对鬼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驾驶员当场就被吓得大吼一声。当苏尼听到声音赶来时，却看到他正神情呆滞地站在客舱门口，嘴里还一直在嘀咕要去找机长汇报工作。紧接着他就迈着僵硬的步伐朝驾驶舱走去。可此时的苏尼却发现驾驶员的身体竟逐渐虚化，还没到驾驶舱门口就彻底消失
失不见。就当大家以为怪事已经结束时，正在推餐车的空姐又突然倒地不起，紧接着大部分乘客都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阿班见此情形，当即判断出这是机舱失压导致氧气不足，所以大家才会做出反常的举动。眼下他必须去货舱重新打开供氧系统，便让苏尼通知机长安排紧急迫降。然而机长的双眼已经被鬼影蒙住，根本不知道飞机目前的状况。而阿班本打算先帮乘客打开氧气面罩再去货舱，却不料下一秒他就因体力不支跌倒。与此同时，一个女鬼空姐也推着破旧的餐车来到客舱卖货。รับอะไรเพิ่มคะชาหรือกาแฟดีคะ一旁的苏尼虽然被吓得当场呆住，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等女鬼空姐消失后，就急忙给阿班戴上氧气面罩。此时的乘客们虽然都已经吸到了氧气，可2名空姐却因为缺氧不幸牺牲。而阿班在得知机舱门无法打开后，便和苏尼一起前往货舱，想要恢复压力系统。然而没过多久，苏尼氧气瓶里的氧气就已经耗尽。阿班不愿抛弃苏尼，只能把自己的氧气分给他。而另一边，小女孩吉娜因为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便坐在父亲身旁寻求安慰。老父亲抱着女儿唱起了生日歌。原来今天还是吉娜的生日，可任谁也没想到的是，客舱内竟又出现另一道唱生日歌的声音。紧接着，那个破旧的餐车也再次出现，上面还多出3根正在燃烧的生日蜡烛。随着蜡烛逐渐熄灭，生日歌也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场面吓得不敢动弹，唯独小维认为是有人在装神弄鬼，于是他壮着胆子来到餐车面前，然后轻轻推了一下，果然没有任何异常的事情发生。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小维却发现餐车竟瞬间消失不见了。紧接着，他的女友小安也突然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小王本想去查看他的情况，不料小安一把将他推開，就連嘴裡還發出另一個人的聲音。นางนิวอยู่ไหนนางนิวแกมันเอาตัวรอดอย่าทิ้งพวกฉันแกต้องตาย小安说完这番话后，再次浑身抽搐，紧接着便昏了过去。这时，吉娜的母亲潘女士察觉到大家的氧气即将耗尽，也跑到驾驶舱门口寻求机长的帮助。结果不出意外，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就在她即将昏迷时，却看到客舱内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鬼影。不过万幸的是，阿班在最后时刻修好了压力系统，让客舱的氧气终于再次充盈起来。可遗憾的是，一位老婆婆没能坚持住，已经死亡。当阿班2人回到货舱后，潘女士就去找苏尼算账。在她看来，苏尼一定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否则那些鬼魂不会借小安的口说出那样的话。现在她只求苏尼不要连累大家，可僧人却提醒潘女士，女鬼故意透露这样的信息，就说明她根本没办法直接伤害人类。因此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针对苏尼，而是齐心协力想办法让飞机安全降落。可潘女士根本不听劝，还联合小维一起将苏尼赶走。阿班见此情形，决定和苏尼一起离开。只不过当2人来到下一节客舱的时候，却发现这里的乘客竟全部消失不见。紧接着，外面又传来阵阵撞击声，中间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怪笑。阿班见状，不得不带着苏尼返回，可这一行为却遭到潘女士的埋怨。นี่ยังจะพูดเรื่องอื่นอีกเหรอไม่เห็นเลยไงว่าผีมันจะมาเอาชีวิตอีเนี่ย阿班并没有理会潘女士，他现在只想修复机舱的电路，并找出打开驾驶舱的方法。然而此时诡异的笑声再次响起，这下连小王都忍不住询问苏尼，他究竟是怎么惹到这群鬼魂的。无奈之下，苏尼只好说出真相。原来几年前，他曾在一架飞机上经历过相似的场景，那次只有他自己侥幸活了下来。苏尼说完后，终于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新飞机其实就是当年出意外的那一架。只可惜他现在知道真相已经为时已晚。随着苏尼的话音落下，机舱门竟出现几道血痕。正当大家对此感到疑惑时，3名女鬼空姐赫然出现在门口，见她朝着自己冲过来，众人当即四散而逃。倒霉的小安因摔倒而被落在最后，她拼命朝小维呼救，但小维现在只想躲进卫生间，根本不打算救女友。在得知里面已经进去一对外国夫妻后，小维当即拿起灭火器疯狂砸门，但由于迟迟没能把门打开，小维这才不得不返回去救女友。然而当他把小安抱在怀里时，竟听到女友发出瘆人的笑声，原来他竟又一次被女鬼附身了。吓惨的小维当即抄起灭火器，将女友活活砸死。随后他又跑回卫生间门口继续砸门。那对外国夫妻本打算一直躲在里面，却不料有个女鬼正试图从镜子里冲出来，吓得他们急忙开门准备逃命。没成想男人刚把门打开，就被小维敲死。出于愧疚的小维只好带着女人去找阿班几人。大家刚一见面，小维就开始撇清自己的责任。ผมไม่ได้ทำผีมันทำผีมันฆ่า2คนนั่นแล้ว得知又有2人死亡后，潘女士再次埋怨苏尼害死了他们，决定带着女儿远离苏尼这个瘟神。哪知她一时失手，竟把吉娜的胳膊拽了下来。
众人这才发现，原来刚刚蹲在角落里的吉娜其实是鬼魂假扮的。等鬼魂燃烧殆尽后，吉娜依然没有出现。这下大家只能兵分两路，由阿班带人去货仓寻找破开驾驶舱的工具，潘女士则带着僧人去找失踪的女儿。可当几人回到客舱后，却发现那个死在座位上的老婆婆此时居然趴在地上，这明显是有人移动过她的尸体。潘女士和僧人本打算从旁边悄悄走过去，却不料老人的尸体竟然活了过来。僧人当即被吓得躲在一旁念诵经文，任由老人的尸体去攻击潘女士。在潘女士的声声呼喊下，僧人终于鼓起勇气搭救，却不料尸体竟开口说话了。衙门！老人刚张开嘴，里面就直接喷出大量飞虫，吓得僧人急忙溜回到座椅上继续诵经。可这时座位上已经满是鬼魂，僧人当即两腿一软瘫倒在地，而一旁的潘女士就爆发出一股洪荒之力，不仅一把推开老人，更是推着餐车将其肉身撞得面目全非。而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倒在地上的僧人。原来在潘女士眼中，所有人都变成了鬼魂的模样，因此僧人最终也被潘女士用餐车撞死。毫不知情的外国女人和小王本想来帮忙，结果当场就被潘女士用酒瓶砸死。小王见状撒腿就跑，他本以为找到阿班几人就会安全，殊不知他们同样自身难保。原来此时的货舱内有3个女鬼空姐突然从天而降，并朝着阿班几人冲过来。本来他们只要闭上眼睛，这群女鬼就会拿他们毫无办法。然而小维却沉不住气，随手抄起斧头在那里一顿乱砍。恰好小王这时候走进来，结果当场就被一斧头砍死。回过身后的小维痛苦地跪在地上，声称自己是被女鬼利用。น้องก็ไม่ได้ผิดหรอกเพื่อนแอร์ลำเก่าฉันนะทุกคนก็ตายแบบนี้หมดพวกมันหลอกให้ทุกคนกลัวแล้วทุกคนก็ฆ่ากันเอง。苏妮作为上次事故的幸存者，十分理解小维的感受。不过眼下他最该做的事情是尽快进入驾驶舱，让飞机平稳降落。因此他们只能再次回到客舱。虽然这里已经被鬼魂包围，但他们根本伤害不了大家分毫。不料下一秒，小维竟瞬间暴毙，原来对方竟是潘女士。由于大家都不是这个疯女人的对手，几人只能再次逃回货舱。当看到那3名空姐还待在这里后，阿班3人彻底认命，并做好变成鬼后找他们报仇的打算。没成想，当他们不再恐惧后，这群鬼魂竟也跟着消散。阿班几人见状当即信心大增，并再度回到客舱。果然这里不仅连半个鬼影都没有，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女孩吉娜。可这时潘女士又拎着斧头冲过来，几人经过一番缠斗后，终于将潘女士制服。紧接着他们又将驾驶舱门凿开一个小洞，并让吉娜爬过去将门打开。可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那些鬼魂全都趴在机窗上了。与此同时，潘女士也挣脱束缚，拿起斧头朝几人劈来。大家连躲带闪，最终还是潘女士的丈夫狠下心，用叉子插向她的颈动脉，这才让她恢复理智。不过这时飞机也突然急速下坠，客舱里的餐车猛地朝几人撞过来。潘女士见女儿有危险，当即挡在她身前，可谁知餐车上的刀叉竟全部飞出来，当即刺进潘女士的胸口，让她当场昏了过去。而一旁的阿班也急忙控制飞机，让她恢复正常。但那群女鬼空姐此时却全都盯着苏妮不放。在他们的恐吓下，苏妮终于忍不住说出当年的真相。原来上一次飞机失事时，她就躲在驾驶室里，并不准让任何人进来。见同事要强行把门打开，她竟狠心用驾驶舱的门把同事活活夹死。原来这就是空姐鬼魂一直缠着苏妮不放的原因。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空姐女鬼竟又附身在潘女士身上，打算控制她的身体将苏妮活活掐死。可随着飞机再次坠落，餐车又朝着潘女士冲过来，最终潘女士惨死当场，而飞机也在几个幸存者的控制下安稳降落在了机场。但让阿班不明白的是，苏妮一直坚持站在机舱门口，而不跟着他们下飞机，直到看见救护人员穿过苏妮的身体后才明白，原来她已经死在潘女士手中，灵魂永远留在了飞机里。经过这件事以后，这架编号为407的飞机终于被彻底关进仓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